赵丽颖化身声优少女，为宫崎骏《幽灵公主》配音，不愧是内娱标杆。当吉卜力工作室的官方微博发布《幽灵公主》中国上映的海报时，观众惊讶地发现小桑的配音演员是赵丽颖。这位在影视行业扎根17年的资深演员，正通过非常规的路径打破职业边界。《幽灵公主》作为宫崎骏28年后回归的经典之作，赵丽颖的跨界合作不仅为影迷和动漫迷带来了双重期待，也展示了内娱演员突破现状的新可能。1997年上映的《幽灵公主》全球票房收入1.6亿美元，影片将环保理念与东方美学巧妙融合，至今被誉为动画电影的巅峰之作。吉卜力选择将这部经典作品重新在中国市场上映，既是中日动画交流40周年的献礼，也彰显了对中国观众审美能力的认可。数据显示，宫崎骏的作品在中国的重映票房平均达到2-3亿元，其中《千与千寻》创下了4.88亿元的纪录，证明了中国观众对艺术动画的持续热情。此次《幽灵公主》的重映，最大的亮点在于本土化改编。与过去直接引进日语原声不同，吉卜力首次选择内地演员为主角配音，这一文化转译的做法既富有勇气，又充满挑战。赵丽颖的选择并非偶然，她主演的剧集在东南亚地区的年播放量超过50亿次，其影响力恰与《幽灵公主》的核心受众高度契合。在宣布配音消息之前，赵丽颖已悄然突破了职业领域的多重界限。无论是在《楚乔传》中坚韧的女将军形象，还是在《幸福到万家》里的农村女性，她的每一个角色都在突破她的舒适区。而这次为小桑配音，意味着她的表演维度从肢体语言延伸到声音艺术。在配音花絮中，赵丽颖为了表现山犬少女的野性特质，特意压低嗓音进行气息训练，她的专业态度获得了小日子声优指导的高度评价。相比之下，同期许多演员仍专注于红毯和商业片，而赵丽颖则展现了清醒的职业选择。据统计，85后女演员中只有12%涉足电影配音，并且大多数集中在商业动画领域。她选择吉卜力这样的艺术性作品，既是对自己实力的自信，也是在行业困境中寻找突破。当流量红利消退时，演员的多维度专业储备才是持续发展的关键。小桑这一角色本身就像是赵丽颖职业生涯的镜像。被山犬养大的少女，既保持着兽性的纯粹，又充满人性的复杂性。这种双重特质恰似赵丽颖在娱乐圈中的生存状态。在接受采访时，赵丽颖曾坦言，她与小桑之间有着一种孤独的倔强，这种共鸣使得她的配音不只是技巧上的模仿，更注入了深刻的情感记忆。在角色塑造上，小桑从对人类的敌视到拯救阿西达卡的转变，和赵丽颖从被质疑不能当女主到成为收视保障的蜕变有着相似的轨迹。当配音中那句我既是人又是狼的嘶吼响起时，熟悉赵丽颖成长经历的观众往往能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这恰恰是演员与资本与市场博弈的心声。这次的跨界合作带来的震动超出了行业的预期，也为内娱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影视寒冬压缩传统机会的背景下，声音经济、舞台剧和艺术电影等细分领域正在成为新蓝海。赵丽颖的这一探索，揭示了演员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不必局限于番位争夺的零和游戏，而是通过深耕文化价值实现破圈。正如他在某次演讲中所说，演员的疆域不该被镜头框定，只要故事需要，录音棚也可以是新的片场。这种职业认知的升维，或许正是破解内娱困境的关键。在《幽灵公主》即将上映的夜晚，观众不仅将进入宫崎骏笔下的奇幻世界，也将聆听到中国演员用声音创造的全新艺术人格。当小桑跃入迷雾森林的那一刻，银幕外的赵丽颖正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演员的无限可能。这种突破边界的勇气，或许比任何奖项更接近艺术的真谛。在当前内娱环境普遍浮躁、
演员转型之路困难重重的背景下，赵丽颖此次为宫崎骏经典动画电影《幽灵公主》配音，无疑是一种勇敢且令人敬佩的尝试。她并没有选择流量更高、回报更快的商业项目，而是毅然投身到一部具有艺术深度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动画作品中。这种职业选择体现了她对表演本质的深刻理解和不懈追求。赵丽颖一直以来给大众的印象是敬业、坚韧和不断突破自我。从花千骨、楚乔传到幸福到万家，她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塑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而这一次，她更是将自己的表演延伸到声音这个新的领域，不仅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她愿意跳出舒适区，寻找全新表达方式的决心。在《幽灵公主》中，小桑是一个复杂的角色，既有野性的刚烈，也有内心的柔软。赵丽颖在幕后花絮中所展现出的声音训练、情感表达，以及她对角色深度的理解，让人感受到她并不是简单的完成任务，而是真正用心地去成为小桑。她所说的我和小桑之间有一种孤独的倔强，让观众意识到，这不仅是一次配音的尝试，更是一次深层的情感共鸣。在娱乐行业面临转型与冷静期时，赵丽颖的这次跨界，无疑为内娱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路径。不再执着于主角番位、红毯曝光，而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让演员的专业性在更广的舞台上被看见和认可。这种思维的升维，正是当前许多艺人所欠缺的。配音这个行业在中国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尤其是电影配音，更是被视为非主流领域。但正如赵丽颖所展现的那样，真正的演员从不该被镜头或形式所束缚。只要故事需要，无论是在荧幕前，还是在录音棚中，都可以传达角色的灵魂。这种对职业的热爱和尊重，是值得整个行业学习的。总的来说，赵丽颖通过这次为幽灵公主配音的经历，不仅拓宽了自己的职业边界，也给观众带来了新的思考。一个演员的价值，不只在于光环与流量，更在于他们如何用心讲好每一个故事。赵丽颖配得上内娱标杆这4个字。王一博怎么能争气成这样？28岁的人生直接开挂。28岁的王一博，简直就像小说里的主角一般璀璨。他在13岁就杀入了职业街舞大赛的16强，17岁成为国内唯一一位从 YG 全 A 顺利毕业的练习生，顺理成章出道。19岁时，转身成为了一位人气综艺节目主持人。22岁凭借《陈情令》一举成名，风靡全国。26岁更是成为了公司的股东，参与巴黎的火炬传递。他的演艺事业可谓风生水起，主演的剧集都大受欢迎，4部电影的总票房更是突破了32亿，还获提名金鸡奖。才华横溢的舞者，作为舞蹈协会的推广大使，他还曾夺得过街舞比赛的冠军。更别提他那唱歌的才华，自己作词，一路担任选秀导师也表现不俗。对赛车的热爱让他成为了职业车手，荣获冠军。热爱滑板和滑雪的他，则成为了这2项运动的推广大使。在华表奖上，当他与成龙、章子怡等大咖一起朗读时，顿时意识到他这几年的演艺之路简直太璀璨了。华表奖举办30年来，他是首位被提名为优秀男演员的90后，连80后的演员都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被提名本身就说明他的实力非凡。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连续3年入围华语主流电影大奖的提名。仅用1年半的时间，他参与的4部电影票房总和超过了30亿，主演的电视剧《追风者》更是在央视频频重播。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王一博的表现都令人瞩目，奖项、票房、收视率、话题热度样样俱佳，真的是太给力了。看完关于王一博的这篇报道，我由衷感受到一句话：真正的幸运，都是汗水与坚持换来的。王一博，这位1997年出生的青年演员，似乎从不被定义，也从不设限。
从13岁便踏入街舞比赛赛场，一路拼搏到职业舞者，再到如今被大众熟知的演员、歌手、赛车手，他的每一个身份背后都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报道中提到，他17岁便成为 YG 全 A 毕业练习生，这在整个亚洲娱乐圈都极为罕见。很多人看到的是光环和掌声，却忽略了台下多少个被汗水打湿的日日夜夜。从《陈情岭》的蓝忘机，到如今电影热烈无名长空之王的突破演出，王一博正在用每一部作品稳稳地向观众证明，他不仅有流量，更有实力。他的演艺之路并非靠标签维持热度，而是以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舒适区的勇气，赢得属于自己的尊重与位置。令人惊喜的是，王一博并没有将成就局限在娱乐圈，他对赛车的热爱让他走上职业赛道，拿下冠军，成为年轻人追梦的范本。他热爱滑板、滑雪，并担任推广大使，传递着阳光、健康的生活理念。他所参与的一切，不是为了营造完美人设，而是真正出于兴趣与执着。报道中提到，他成为华表奖30年来首位获得优秀男演员提名的90后，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整个新生代演员的一次集体证明。他能站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舞台上，和成龙、章子怡等前辈一同朗读，说明他已经从流量偶像成长为实力派艺人。更难能可贵的是，王一博始终保持低调、谦逊的态度。他不喧哗，不炒作，只是默默努力，让成绩说话。在这个信息爆炸、浮躁喧嚣的时代，他的存在像一股清流，让人看到了青年演员真正应有的样子：敬业、真实、热血又坚定。王一博的人生并不是所谓的开挂，而是持续不断的努力，不惧失败的选择。他用28岁的年纪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热爱，就没有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愿未来的王一博依然在他热爱的领域中大步向前，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光辉篇章。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